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明天一早你还没完全清醒，顺手摸过床头的手机，结果看到满屏推送全是同一行红字，台海爆发冲突，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心跳漏掉半拍，但紧接着你或许会想，这事儿离我好几千公里远呢，除了看个热闹，对我能有什么实质影响？朋友们，这正是最危险的误区。咱们今天不谈那些宏大的地缘政治，就聊聊如果这片海峡真的燃起硝烟，它是怎么顺着全球贸易的齿轮一圈一圈扩散到你生活的每个角落，甚至直接影响到你碗里的那块红烧肉。咱们得看清一个真相，台湾海峡其实就是全球经济的一根颈动脉，每天无数装满石油、天然气和集装箱的巨轮在这里穿梭，连接着整个东亚和全世界。根据航运统计，全球有相当大比例的海上贸易都要从这儿过。如果把全球贸易比作一个巨大的快递网络，那台湾海峡就是那个最核心、最忙碌的转运中心。一旦冲突爆发，这根动脉会瞬间血栓。保险公司可不是慈善机构，他们会第一时间把这里划为战争风险区。这意味着一艘价值几个亿的货轮，只要敢进去，就没人敢保。船东们为了保命保财，只能让货轮绕远路。就像你平时下班回家的路被封了，你得绕一个巨大的圈子，不仅费油，还得在路上堵好几天。但这可不是多绕几公里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你超市里的牙膏、纸巾可能要翻倍涨价，你订的汽车可能要延迟半年才能交付。因为现代工厂的零件很多是按天算的，只要这根血管堵住几天，全球的工厂都得跟着心肌梗塞。这时候咱们可以开个脑洞，如果快递停运，外卖涨价，超市货架半空，你觉得自己的存款能支撑这种生活成本多久？咱们接着聊，如果说航运堵塞只是让你觉得买东西贵了、慢了，那接下来的这个话题才是真正戳中了现代文明的软肋。你现在手里拿的手机、电脑，甚至你家里的微波炉和下班骑的共享单车，其实都藏着一颗极其精密的心脏，那就是芯片。大家都知道某些代工厂厉害，但可能没意识到它到底有多无可替代。如果把全球的高端科技产业比作一座摩天大楼，那么这些先进制成的芯片就是支撑大楼最核心的钢筋。今天全球绝大多数的高端芯片都出自那几座厂房，这种集中程度高到让人脊背发凉。你想想，如果海峡真的发生冲突，那些精密的生产线哪怕只是停电几天，或者因为震动偏离了几个微米，全球的科技产业就会立刻陷入脑死亡状态。很多人可能会说，咱们不是在搞什么去风险化吗？别处不是也在盖新厂吗？话是这么说，但盖房子容易，请神难。建一座先进的晶圆厂不仅要砸几百亿美元，更需要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那些像老中医一样的工程经验。这就像是你能在自家后院盖个厨房，但你变不出一个5星级饭店的顶级厨师团队。所以一旦这里的供应链断了，全球电子产品不仅是涨价的问题，而是你压根儿买不到。到时候人工智能的进化会摁住暂停键，新款手机可能胎死腹中，甚至你家里的智能电器坏了都没零件换。这种芯片荒会比前几年严重10倍，它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咱们离石器时代的距离竟然只隔着一张小小的硅片。而且别忘了，这片海域还牵扯着整个周边的能源命脉，大家每天都要消耗海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而这些能源大多是坐着大船从这儿过的。一旦开火，油轮就得像过街老鼠一样绕道走，运费和保险费会蹭蹭往上涨。咱们以前看远方打仗，顶多是感慨下油价又调了，但如果是在咱们家门口开火，那种能源价格的剧烈抖动会直接顺着电网和加油站传导到你的账单上。试想一下，如果某天你发现充100块钱电费只够开2天空调，或者加满1箱油要花掉半个月工资，那时候你可能才会深刻体会到什么叫牵一发而动全身。这里有个很扎心的问题想问问大家，如果未来几年因为这种不可抗力，
我们可能好几年都换不了新手机，买不到新电器，甚至要忍受极高昂的电费。你觉得这种硬着陆的生活，普通人真的准备好了吗？除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货物和能源，咱们还得聊聊那个跑得比导弹还快，反应比谁都敏感的战场，也就是金融市场。大家都知道，钱这东西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只要冲突的风声一紧，全球的投资者就会像受惊的小鸟一样，立刻把钱从高风险地区撤出来，躲进黄金或者国债这些避风港里。这时候你会发现股市可能绿得让人心慌，哪怕你平时不炒股，这种金融大地震也会通过银行利率、汇率波动悄悄缩减你钱包的购买力。这种冲击往往不是等炮火响了才开始，而是只要局势一紧绷，那种压抑感就会提前让全球经济陷入一场高烧。而且咱们得直面一个更扎心的话题，这事儿一旦闹大，很可能演变成一场国际联盟的大乱斗。在现实的博弈中，很多大国都跟这片海峡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捆绑，比如离得近的邻居可能不得不推翻过去的政策，加速搞武装，而远处的盟友如果调动资源，也会让其他地区的平衡跟着晃动。这种连锁反应就像推倒了一排多米诺骨牌，让原本安静的邻居们都不得不为了自保开始疯狂买保险、扩军备。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现代冲突还会开辟出一个隐形战场，也就是太空和网络。现在的仗可不光是在海上打，天上飞的卫星，地下埋的光缆全都是目标。开战初期，大家可能先感觉到的是手机没信号了，银行取不出钱了，或者是家里的智能家居突然罢工，因为对方可能会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来瘫痪基础设施。这种无声的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干扰，可能比前方的战火来得更直接，更让人焦虑。咱们得往深了想想，如果这场危机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泥潭，那我们熟悉的这个世界可能就真的要分家了。以前大家常说地球村，觉得全世界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但一旦冲突长期化，这种其乐融融的全球化恐怕就要演变成全球大分裂了。很多国家会猛然惊醒，为了求稳，宁愿多花冤枉钱也要把厂子搬回家。这对咱们普通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第一物价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安全这两个字，大家都得额外付出一笔巨额成本。说白了，就是未来的手机、汽车甚至家电可能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便宜好用，甚至在人工智能这些决定未来的赛道上，各国也会关起门来搞竞赛。这种技术柏林墙一旦筑起来，我们熟悉的那个无国界的数字空间就会碎成一片片，甚至连你看的新闻、追的剧可能都会被打上深深的阵营烙印。那么问题来了，当安全和便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愿意为了绝对的物资安全，接受生活水平倒退10年吗？或者说，你觉得这种互相捆绑的经济纽带到底是约束冲突的紧箍咒，还是让危机扩散的传导锁？地缘政治听着远，但最后都会落在咱们的账单上。从手机里的芯片到家里的电费，世界局势的每一次呼吸都跟你我的钱包息息相关。保护好你的资产，也看清这个时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记得点赞关注。好了，这里是井里蛙观天下，我们下期再见。